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除了医学闻名于世，他的音乐学院也是非常厉害。今天就跟郑老板来看一下这所音乐学院，有几位非常具有天分的音乐系的学生带领我们看这所音乐学院的环境。今天来到了 Peabody 音乐学院，哇，这边风景真的超美的。那刚好我跟这边的一个学生呢有约，难得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么棒的学校。那这个学生他是 Derek 陈佩武，这个是 Derek。大家好，我叫陈佩武，叫做 Derek。然后我现在在 Peabody 音乐学院大四，主修小提琴。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学校在1857年的时候，是一位叫做 George Peabody 的慈善家，他创立这个学校。对。那后来刚好在巴尔的摩很有名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他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学校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部分，一个校区。那我们学校是全美第一个 conservatory 音乐学院，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在美国音乐的发展教育上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样，那这所位于巴尔的摩的学校，其实它的 location 非常好，因为它往上有大城市，像是 New York， 还有 Philly 费城，然后往下有 DC， 全部都是2-3个小时的交通都可以到，所以巴尔的摩这边有座音乐学院算是在东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位，这样子。OK。就好像台湾都会发展的西部走廊，纽约到首都华盛顿 DC 呢是一个人口发展地带，而 Peabody 音乐学院所在的巴尔的摩市就好像台湾的台中市，刚好位于2大都会市的中心地带。然后你想一想，你到台中或到高雄都很快，就如同你可以很快的到华盛顿 DC 就到纽约一样，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Peabody 里面，我记得 Peabody 好像最有名的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图书馆。Derek， 你知道这个图书馆是做什么用的吗？对，我们身后这个图书馆它叫 George Peabody Library， 然后这个图书馆就是在 Peabody 刚落成的时候就一起建造在里面。那它很有名，就是它里面非常漂亮，然后是一个大概5层楼高的一个坐落在建筑物里面的一个图书馆。那学校因为这图书馆非常有名，然后这图书馆也被评为过世界上10大漂亮图书馆之一。那现在学校平常开放给一般的，像是要办婚礼的或是各种活动，可以到这个很漂亮的环境里面来举行这样。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听说很贵，4个小时1个时段，$5000到$10000。我靠，那都是谁会来借？有啊，就是很多校外的，因为真的很漂亮，而且在当地很知名这样。所以它是不是它能借书吗？它不是我们真正的图书馆，它是比较一个代表，有象征。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可追溯至1857年 Peabody 学院创立之时，慈善家乔治 Peabody 将 Peabody 学院献给巴尔的摩市民，以表达对他们的善意和款待的感谢。图书馆大楼于1878年开放，由巴尔的摩的建筑师艾德蒙 G 林德设计。书库有5层装饰性的铸铁阳台，阳台向上延伸，直至61英尺高的天窗。图书馆藏有30万册图书，主要来自19世纪。馆藏强项包括宗教、英国艺术、建筑、地理学和历史、美国历史、传记和文学等等重要的著作。我们身后这个叫做 Freeburg Hall， 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音乐厅，它可以坐大概500-600人。对，那我们大部分的乐团合奏的课程就在里面进行，所以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因为刚好今天晚上有一个表演，所以现在舞台是被架起来的状态。是每天都有表演吗？应该2-3天都会有一个表演，然后是免费的。对，学校的表演基本上都是免费，因为大部分都是学生的演出，就是开放给任何人来参观。所以应该是要线上买票，就是还要订票。不用订票，直接走进来就可以。直接走进来。对，直接走。巴尔的摩治安不好，会不会坏的？没有，我们都有警卫啊。哦，有警卫，对。哦。在拍摄结束后呢，我就找了一场音乐剧来看。在这个有150年历史的音乐厅里，听着歌剧实在是一个享受。
那自从开放以来呢，这个 Friedberg Hall 就举办了无数次的重要的音乐会和演出，而成为了巴尔的摩音乐文化的一部分。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把在这里表演视为表演生涯的一个了不起的开始，所以这个 Friedberg Hall 承载了众多音乐人的热情与梦想。那来巴尔的摩呢，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表演。接下来我们来迎接我们的第2位学生来宾。大家好，我是奇源，然后我在这边念管弦乐指挥的博士第3年。屈汪练林奇源。林奇源是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的音乐系学生，那他正在皮巴迪音乐学院学习指挥。那我们来听他讲一下关于皮巴迪音乐学院有什么样好的 program，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讲法吧。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就非常好，这边是我们的皮巴蒂最大的一个音乐厅，它叫做 Friedberg Hall。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学校说主要的乐团、大型乐团都在这边演出。那我们就来跟 Pio 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关于乐团相关的 program。Pio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音乐院大概我们1学期会有几个大型的演出在这个后发生？1学期通常都有10几个的制作，那里面有时候会是最正常的交响乐团。最常见的，有时候会是歌剧，有时候是弦乐团或是室内乐团，各种形式的合作的。OK， 那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每一个乐团的学生，他们1学期大概会分配到几场演出？每个学生大概都会有2到3场演出，那这演出通常都会为期2、3个礼拜的排练，每次大概2个小时，1个礼拜3次之类的，然后就再进行演出。1个学期大概都会有2到3次这种机会。OK， 那位置是怎么决定的？乐团的位置吗？对啊，乐团的位置，我们学习初的时候会有要求你们拍一个影片，然后演奏一些乐团片段。那学校会以这种方式去进行审核，然后再帮你们安排乐团的位置。位置是说在表演的时候你站哪边？对，我们对坐的档次的，对。可以。哇，那你们很常表演，那会遇到大师级的人来演出吗？有没有什么？大师有上学期刚好有荣幸在一个很有名的以色列小提琴家，就是 Shlomo Menz， 他上学期刚好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演出一场，然后我有荣幸跟他一起演出。你说他叫 Shlomo Menz。OK， 他是 OK， 所以他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有名，是很传奇，就是现在乐团当代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家。OK， 所以我回去要把它记得，对，查一下资料。然后我们学校常常会邀请一些客座的指挥家来去跟我们学校的乐团去做个演出，像之前就有请到也是台湾非常优秀的一个指挥家，叫陈美安老师，他现在是 Chicago Symphony 的音乐的总监，然后就来跟我们做一个客座的一个演出。对，然后像我们的指挥系的指导教授 Marian Alsop 现在也是在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也是1学期基本上也会跟我们学校一个乐团演出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其实皮巴蒂我觉得蛮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在东岸，所以它其实还是有时候不论在去跟费交合作，或是跟巴尔的摩乐团合作的一个指挥我们都很蛮有机会可以把这一些很好的资源带到学校，跟我们学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上的交流跟互动。OK， 所以你上述说的那些大师，他们都是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这样是没错。如果你是音乐系的学生，是不是觉得皮巴迪音乐学院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呢？让我们换一下地方来看奇缘为我们展示一下皮巴迪音乐的魔力。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可以把东西说拼色拼在一起，非常的奇妙。这个放管风琴的展厅呢是 Greasewood Hall， 管风琴背后的装饰是帕德嫩神庙的复制品，所以整个空间呢重现了19世纪的外观，是不是非常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呢？好像回到了中古世纪的欧洲。超美的。这
边是我们的 Cohen Davidson Co， 然后这边的客容量大概是100多个人左右，100个人以内。然后很多的大师们的一些演奏家会来这边办一些讲座，都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像是 Harry Hand， 然后或者是米祖狗，对他们来这边办演出，他会在这边。好，谢谢奇缘。好，我们大致上介绍了很多的 Peabody 音乐学院里面的展场，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拍摄影片的今天呢，好像是一个学生的参观日，就是一些大学前的学生来参观一下这个 Peabody 音乐学院。那这个学校呢，也有提供一些大概展示性的课程，让这个学生群体看一下进入这个学生的学习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美国的家长也是很重视小孩子的教育哦。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来这边读书的学生，他现在念硕士2年级。对，祥安。and Chin 景祥安。我们有博士生奇缘，还有大学部的学生 Derek， 那怎么能少了硕士呢？祥安是我们主修小提琴的硕士生，让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样介绍他的学校和特别的课程。他现在主修小提琴，没错。小安，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 Peabody 里面，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在这边读书，在 Peabody 念书的话，我们会有很扎实的，就是音乐上的训练，就是包含音乐史啊，然后乐理啊，然后我们还会需要写一些就是关于humanities 的一些 paper， 然后你会更了解一些关于音乐背景知识的一些学习方法。那在巴尔的摩生活感觉怎么样？在这么漂亮的校园，对啊。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因为学校漂亮，所以才决定来的。然后因为来了之后，我们肯定会就是探索学校以外的生活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内港啊，漂亮的内港，然后散个步，买个咖啡，跟朋友聊聊天之类的。巴尔的摩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一个文化之城，跟纽约 DC 比起来呢，这个巴尔的摩的步调也是相对的比较慢。而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个城市散发一种70年代的氛围。而有一点年龄的观众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以前的蝙蝠侠提姆·波顿导演的，这感觉就充满这个高谭式这个一种诙谐的步调的感觉。我听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有很特别的 program， 很 special 的 program， 可以介绍一下吗？可以啊，就是 Peabody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很厉害的古典音乐 program 嘛。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有非常强的 jazz department， 然后 Cher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家。除了演奏方面之外，我们有一些音乐制作方面的major， 像是 composition、computer music 跟music for new media。然后呢，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关系，所以我在学校有修 hip hop， 然后这个也是学校正在筹备的一个新的degree， 对 degree program， 应该会从Bachelor of Music 开始。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hip hop 的教室吧。就在上面吗？对。好。超酷哎，他们直接在里面做。他们是做hip hop。对。那刚好我们就可以介绍一下。对。但我不认识他们。这边就是我们 hip hop 的教室，然后这边有我们教授的名字，对，然后通常要 hip hop 的学生修课的学生，我们才能进这个教室。那今天刚好有同学在，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吧。太棒了！好，我们进来看一下，这是难得的机会。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般的音乐制作的一些设备，比如说 keyboard 之外，我们还有 hip hop 必备的刷碟机。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备。对，然后通常我们所有的 hip hop 的课都会在这边上。那以后如果我们成功开启 hip hop 的 program 的话，这边也会变成一个最主要的教室。那现在是还没有 program， 但是已经有提供课了嘛？已经可以选课，就是 about hip hop。对，像我是一般的performance 的学生，那我也可以修 hip hop production 课。然后现在目前有2个等级，对，就是 hip hop production 1跟2。然后除此之外，比较更高阶一点，他们会有 hip hop ensemble， 就是在现场会做一些表演。是不是很酷呢？时代正在与时俱进，那 Peabody 也不例外。
他们推出了这种全新的这种 hip hop 流行音乐文化，融入了他们的音乐课程里面，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多元的选择。Derry，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我现在带郑老板来我们学校的琴房，看看我们的环境长怎么样。好哦，很期待去看一下。这层楼就是最多琴房的楼层，那这边一整排都是，旁边有一排，那边有一排。OK， 再去看一下，可以看琴房的环境。琴房就是每一间基本上大部分都会配一台钢琴。OK， 然后像谱架这些也有镜子。OK， 对，那像身后看到这个就是之前疫情嘛，所以不能就是 in person 上课，然后学校就有用这个，就是远距离看你。对，就是它反正这个屏幕会亮，就是现在不会亮。对啊。Derry， 要不要秀一首？我不会那个要叫，我不是弹钢琴，要 appointment。我不会弹钢琴啊，不会弹钢琴。对，这件。像这个琴房就是没有钢琴，可是它的空间蛮大的，是给我们做室内乐的排练的。室内乐排练的，对，就可能3、5个人在那边，然后围个圈圈排练。比如说要唱声乐就可以3、5。对，也可以，或是我们就小提琴学4重奏像这种东西 ，OK， 就会在这种空间进行排练。哇，对，这真的是会不会晚上有人在这睡觉？有可能，有时候。它是24小时的。它是啊，我们琴房是2点关，2点关。2警卫开始在巡逻，可是如果你一直待着，你会发现也不会怎么样。哦，就比如说躲在角落这样之类的，背一个背包，里面放睡袋。然后这间就是我们的 Jazz Studio， 所以爵士乐的那个部门就是这间。OK， 好像你们学校爵士乐嘛？对，我们学校爵士乐蛮不错，然后师资很好，对，他们就是东西都，他们的这边资源都很好，真的，对，这只是其中一间而已。还有爵士鼓，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上乐理的课的教室，乐理的教室，对，因为这个教室比较大，大概可以容纳个30个人，所以就是一般上课的教室。对。然后有白板这样子。OK。那个机器是什么？哦，那个是那个就是电，就是像那个投影机，然后操控的那个。哦，就是电控设备。对，电控设备。我靠，OK。但这也是很多功能，这有时候我们可以做排练，有时候是早上会有人在上课，对，都可以。也可以是一个琴房。是，没有人上课，你就可以进来练一下。对，哇，好。那我们刚才就看完了这个校舍啊，里面的这些音乐教室，有没有觉得很棒？好，然后这后面呢，这里有一些独奏会的，应该是海报，对，独奏会的海报。它是什么？它就是就是近期全部要开独奏会的学生，因为琵琶地大概有600个学生左右，600个学生，对，同时都很多音乐会在进行。OK， 所以就是它每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点。对，然后资讯的都会公布出来这样子。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来那边听一下音乐会。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去这个他们学生用餐的地方 cafeteria， 我们来看一下 Peabody 的学生，吃饭的环境怎么样 ？Let's go。外面的环境，这是外面。进去左转。这就是学餐里面，要刷卡的学妹。这位就是我们今天最年轻的来宾，大一的新生凯勒。多数的大学都会让大一新生住校，那 Peabody 音乐学院也不例外，所以我今天就让凯呢来介绍一下他在学校里面的生活环境，比如说吃饭啊，还有住宿的方面，让大家对 Peabody 音乐学院有一个生活的了解。这就是你们学生用餐的地方，对不对？对啊，就是我们可以就像自助式的拿食物。哇，那这个其实蛮精致的哦。可是现在好像不是用餐时间，对结束，刚结束。结束了，还剩一点食物。
看他是这个是要付费的吗？还是说你是学生，他怎么样收钱？就是我们学期开始之前，他们会有给我们一些meal plan的选择。就看你可以说，像我是 unlimited， 因为我们大一都一样是 unlimited。你也可以一个礼拜，比如说21餐或是14餐这样子。然后你就是看你有买多少就付多少。OK。所以呢，如果你是大一新生的话，那学校就会要求你这个付这个无限畅饮畅吃的这个费用，那你就可以一直的吃。那我觉得这对新生来说是非常不错的。我想这样对大学新生是比较好的，因为其实美国的物价嘛，在外面吃也真的是非常的贵。看你要不要再吃一点。Oh, not pretty food. Don't take pictures. You want me to put more food? No, it's okay, it's alright. No, we are closed. Y'all told me y'all was shooting the scene. We'll say this in the video. Make sure we'll mention this in the video. You want me to put more food? No, it's okay. No, it's okay. OK， 因为我们已经在结束的时候才来，然后这个厨师呢，这其实是一个黑人的文化，黑人这个跟我们在打酱油啊，一个打哈哈，这就是黑人一个很热情的一个招待方式。哦，这边有那个饮料吧？这边有饮料 ，OK。看一下。哦，好酷啊！可以自己煎饼哦。好酷啊！我们就交给凯来介绍了。凯，这是毁的煎饼。那发现呢，在煎饼台厨房外面呢，还有一个沙拉吧，还挺方便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拍的松饼，还挺美味的哦。好，那我们来参观一下学生的宿舍。宿舍呢就跟餐厅呢在同一层楼里面。那宿舍呢在这个餐厅的楼上。我们请凯来带我们看一下这个宿舍里面是什么样的样貌。那凯要带我们来介绍一下 Peabody 的学生宿舍长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我觉得有点像军舰里面的感觉。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像客厅，就是比如说你还可以在这边写功课、读书或什么都可以。然后这边有一个钢琴，因为我们有一个必修是钢琴课，所以这边就很方便，可以练琴、录音、录我们的功课，在这边都可以。那会不会很多人排队要弹？还好，因为每一个 practice room 它练琴房都有钢琴，所以这边就是比如说半夜功课赶不出来，就快点跑来这边弹一弹。会吵到人吧？感觉会，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要关很小声，可是平常白天的时候是还好。白天还好。对，然后也有一些共用的，像微波炉或者是那边有一个小冰箱可以用。OK。然后这边的装饰，我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叫 RA Resident Advisor 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像比如说他们喜欢一个 theme 或什么，他们就会来装饰，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门上面有门牌或者是什么，它都是照这个 theme 来做，照这个主题。对，然后就是也有过一些 activity， 然后就是 RA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住这边都是大一大二，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些我们可以用的 resource 或者是一些对啊，就是有用的东西啊。那宿舍收费它是额外收费吗？还是？对，它是额外，因为就是学费，然后如果你要住校费，还有像刚刚吃饭的那个买餐的钱，就是分开算的。那如果比如说你没有住学校的话，你就是把这笔钱拿掉，就是这样算的。对。基本上大一呢是一定要住校的，所以大一的住宿费呢是一定要付哦。所以你们这个 theme 就是海绵宝宝的主题。对，我们像比如说，如果你们过来的话，可以看得到，墙壁上全部都是海绵宝宝的。所以我才说很像军舰。对，然后像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名字，就是也是用海绵宝宝的来这样子来表明说这件是我的。对，凯是你的中文直译名吗？直接音译叫凯。对，可是一个小名。小名哦，凯。然后讲一下这边是。都几个人住，然后怎么分配房间？分配房间，我们开学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表格来填，就来分配说，像照你的性格，或者是比如说你很喜欢熬夜，或者很早起来，你的作息，对你的作息，他会安排相近的住在一起。然后我们这边房间大部分都是2个人或3个人住，然后有些间是1个人住的。对，像我这一间就是3人住，那我们现在里面只有2个人。
好，那我们的宿舍大概就介绍到这边。我们本来是有进去拍摄里面的画面，就是拍摄那个学生的房间，但是后来觉得因为个人的隐私关系，还是要保护一下，我们就miss 掉这一段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校里面呢，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空间可以给学生使用。好，那这边是一个休息室。这个休息室呢叫 BOA Lounge， 应该是美国银行赞助的哦。音乐学院就是不一样，连休息都要在这么有艺术的空间里面休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阿瑟·费里德海姆图书馆。那这个才是给学生使用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是主要收藏大量的音乐相关的书籍、跟乐谱，还有期刊跟录音资料。图书馆呢是为了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他们音乐和表演艺术领域的学术和创作活动。那跟 George Peabody 图书馆的目的不一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历史建筑了，而这个才是真正的图书馆。好，今天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觉得这部影片应该也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有这个选择。如果你们想要来美国念音乐学院的话呢 ，Peabody 我觉得 No.1 也很高兴 Derek 今天这个一整天的走线，对啊 ，Derek 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念这个学校有什么感觉啊？我不会说 No.1 啊，可是我在这边。第4年，我现在这样读下来的感觉是，我是蛮喜欢这间学校。对，除了它的地理位置好，然后资源非常丰富，我也喜欢我的老师，然后这边的环境其实蛮友善的，就是不会说像可能美国有些学校，可能比较你知道吗？人跟人的竞争比较稍微比较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边就是你觉得比较对大家有爱，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就是。虽然不是一个很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什么都有。那就是如果清楚自己要是什么，这个学校很适合你这样。那你喜欢巴尔的摩吗？巴尔的摩我已经习惯，因为大家都听说它是很危险的一个城市嘛。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改善非常多。对，我2019来 audition 的时候，后面那条街全部都是那种 homeless， 现在没有了。现在这就很少，顶多偶尔出现1-2个很 random， 然后就是也不会骚扰你了。所以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所以就是整个环境都有变得不错。对，我觉得是一个文化很棒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这边，对，来玩，来读书，赞啊！影片的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观 George Peabody Library， 那一定要注意开放时间。感谢这些学生陪伴我游览这座美丽的学校。希望他们在未来的音乐职业生涯中都能够发光发热。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期待我其他的内容哦。下次见。